好，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呢是日式的洋食哦。所以洋食是什么？就是西餐，但他们有所谓的洋食屋，或是洋食定食，或是洋定食。这个就是日本，因为日本算是亚洲，我觉得比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国家，所以他会把日本的东西来跟亚洲的东西，早期但是跟日本的东西做结合。那现在开始他们会用很多亚洲的东西做结合。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就是泡菜鸡排洋风定食。哦，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。那这个是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会有选择去定食，还有一种日式的定食，里面卖的就是比如说猪排饭啊、猪排冻啊、亲子冻啊，然后那另外会有荞麦面啊、乌龙面，这是属于日系的。还有洋风定食，它就可能有一些，比如像咖喱饭，哦，或是白酱的鸡排，或是干嘛，但是它都是配饭。所以我以前在念书就很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做这个洋风定食。好，一样。去骨鸡腿哦，直接热的时候放进来。那进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转成小火，让它慢慢去煎它了，就不用理它了哦。那盐巴要加，待会再加，先不急哦。那这边我们再准备其他的料。那今天最主要是以什么？以泡菜，韩国泡菜。你可能会说，哎，你不是日本的洋风定食，怎么会有韩国泡菜？泡菜在日本其实说真的已经普及到日本家家户户都会吃。我们应该讲这样子啦。这个东西在日本它普不普及呢？有一个地方来做界定，就只要你去日本的超商，好比说 Seven、全家，还有这个Lawson， 哦，这3个是日本3大超商。你只要去它里面的鲜食，你去看它里面卖些什么东西，你不要管是不是国外的东西，但是只要它有在卖，就代表它已经升值到日本的社会了。所以你看你现在去日本的 Seven， 你一定可以看到它在卖泡菜，哦，所以。韩国泡菜对日本来说已经到他们大家都会吃了，所以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去觉得说它是到底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的。你要追溯到源头，当然就好比我跟大家常常在聊，我们会讲说日式烧肉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日式烧肉这个东西。你觉得是吗？不都是烧肉？没有，在日本的 yakiniku 就属于是韩国烤肉。好，听清楚，韩国烤肉。但日本会讲 yakiniku， 但你如果问他说这是日本的，你要说我要吃Nihonshiki yakiniku， 他说嘿，他会这样觉得你在说什么？因为没有这个东西。那它就是蘑菇，然后炒洋葱跟泡菜，然后蒜头，然后最后把这个白酱放进去，它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它所回馈给你的，你会吓一跳的是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，而且又简单？好，那洋葱我们这边大概用半颗左右。切成洋葱丁，好，这边可以第一次翻面，哦，有一点外面有点焦脆的，然后下面的这个油，我们刚刚都没有放油，这个就是鸡肉本身它回馈给你的鸡油，让它继续煎，然后泡菜的部分，这边有一些泡菜汁，先把它挤掉，泡菜汁还是要用。因为这道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白酒蘑菇鸡，它的差异性又不一样，又有差异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泡菜本身带一点酸味，哦，所以这个酸味呢放到白酱里面，它可以什么？可以解腻。所以吃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腻口。那把它切细一点，因为最主要是以泡菜的这个怎么运用它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道菜。那所以泡菜它等于在里面算是调味料，它不是主食材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撒盐了。你也可以一开始撒盐啊，你自己决定啊。因为我没有那么多，因为我觉得开始撒盐跟胡椒很容易焦，所以我比较不喜欢。那不用去担心入味的问题啦，因为外面有盐，酱汁有盐，它待会吃起来它的咸度就够了。好，现在目前大概是8分熟、9分熟左右。我先把它拿出来，因为待会我希望我炒完之后，
我再把鸡肉放进去煨，让酱汁有鸡肉的味道。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放洋葱。洋葱进来的同时，大蒜其实就可以进来。好，大概10左右。没有放油哦，刚刚的鸡皮的油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蘑菇放进来。平常会跟大家说洋葱要炒到软，炒到甜度出来。那这边我没有等到洋葱软就放进来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蘑菇也需要炒，在炒的过程当中，洋葱就会炒它的甜度出来。好，那菇也很会吸油。那这个洋葱它在炒的过程当中也把油都吸进去了。如果你觉得油不够，你可以放一点橄榄油。好，现在就是把蘑菇炒到我们要的状态。好，水分少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把泡菜放进来。泡菜也是有水分，但是我们水分把它挤掉了。所以它温度也会稍微再拉高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水来煨它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鸡肉放进来。盖子盖起来，哦，火转小一点，因为你不希望鸡肉在熟成的过程当中，鸡汁还没有出来，水被你煮干了，哦，所以水小一点。那现在就是等鸡肉熟了，它的鸡汁也释放到汤里面去了。好，这边 parsley 也来一点，比较漂亮。那你如果买不到，就跟海产摊跟他讲说，你可以给我2朵。我很常这样，海产摊基本都有，拿来摆盘用的。好，现在差不多应该都是熟透了。已经有点咸了。泡菜汁放进来，鲜奶油进来。然后做最后的味道确认，甚至你喜欢吃 cheese 的人，这时候还可以放 cheese 粉。盖起来比较快，转小火。好，来，现在接下来它的肉已经熟了，我们先把肉挑出来。这边开大火。稍微火大一点点，让它收汁一下，然后 parsley 这时候可以放进来。parsley 也是有味道哦，不是没味道哦。那你如果喜欢浓重一点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放 cheese 进来，它会酱汁会变得比较浓。那我没有，我这边就是希望待会收汁收到有一点点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差不多汁要收不收的时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说哦，这个很好吃哦，你要心理准备哦。来试试看。好，试给大家看，这个真的是我个人在家里面也好，或是以前在日本，基本上只要是用洋食物，我就基本上一定会去，因为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，它用亚洲的元素
然后做了一些跟西式做结合，你会觉得很熟悉，但有一点小陌生，哦，那你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子的调味你会排斥它，你会很喜欢它的。哦，很慢，太过瘾了吧？哼，哎，羊菇啊，做成酱汁是我很喜欢的，白酒蘑菇，然后在里面它加点微微的一点酸，微微而已哦。泡菜，因为你时间熬久的时候，酸度其实会跑掉的，但它有点解腻感，会让你觉得很舒服。泡菜的普及度在台湾现在是非常非常普及。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做过的泡菜炒饭，我们也做了泡菜锅，但泡菜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。它可以节省你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简略的一些，然后让你的味道是更丰富。所以只要你手边上有一些你想象得到的东西，当然不是只有韩国泡菜，任何的东西你常常会吃的，好比说腌萝卜啦、腌凤梨啦、破布子啊，这些都可以来做一些结合。那我也期待大家跟我分享一些你们家的这个所谓的洋定食，用台湾的食材跟西式做结合，然后试试看啊。